从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，这个地球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别人做过的。而现在，我想要去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，我要去登上一座卫登峰。这只高脚，马上就要到没有光的地方了，就又要变冷了。现在进入黑暗地带了，之后应该就不会有光了。哇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登山，太酷了！这次我们的目标是一座叫虎巴的山，海拔大约5570米，它位于遥远神秘的格聂。至今网上除了它的名字之外，都找不到任何的信息，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攀登记录。它是一座卫登峰，我们尝试在人类的攀登史中写下新的篇章。真的是个不小的挑战，我都觉得有压力。通过最近的村落理塘县泽巴村的天气判断，9月的天气稳定，温度适宜，应当是最佳的攀登季节。所以我和队友们在9月底相约从成都出发。登山上的第一件难关就是堵车，你先得出城。从成都开车到泽巴村，即使全程不停也需要12个小时，途中还需要翻越折多山等4000多米海拔的垭口，再加上去年攀登完马特洪峰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高海拔了，所以我们会把车程分成3天，先抵达海拔4000米的理塘住2晚，再前往村子。到理塘了，这下面就是理塘县了。我现在在寺庙旁边的山顶。这理塘呢，就是在这么一个大大的草原上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去逛寺里面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僧人，还特别好，可能是觉得跟我们有缘，就给我们喝了甘露水，然后给我们系了这条黄绳子。即使在佛寺遍布的川藏地区，能被僧人主动祝福的情况也很罕见。据说这个叫做金刚节，象征阳光和平安，而喝甘露水意味着消除灾厄，净化心灵。虽然我们只是萍水相逢，但僧人却主动赠予我们这2样东西，可能他隐约感受到了我们此行的使命。在理塘我们彻底放松，逛寺庙，吃大餐，也去到了4700米的铁匠山，适应更高的海拔。感觉这儿含氧量是不是还挺高的？4700挺舒服的。来看我面前呢，就是格聂的主峰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爬的就是在它右边一点点的那些卫峰其中的一个，太漂亮了，非常的期待。终于在第4天，我们继续开车3个小时，抵达了山脚下的新冷古寺。就是那个里面的是我们要去爬的山是吗？对，我们待会儿反正现在飞个无人机看一下。这个冷古寺就正在格聂山下，后面就是格聂的山顶。我们明天的起点大概就是从这边开始，但具体的方式还需要通过实地的无人机勘探，和当地的村民商量一下。我这里面这个沟好深啊，里面就除了寺之外就没有任何的人烟了，所以里面是没有公路的。没有路，你看老冷古寺了吗？山谷深处的老冷古寺大约修建于1690年。川藏地区的佛教信仰往往和当地的山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整个格聂地区最耀眼的山峰就是格聂神山。格聂这个词在藏语中据说有隐士和修行的意思，所以最初到达这片区域的人不是登山者，而是隐士修行的僧人们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那就是这儿，就是这个，有可能这个才是虎巴。它这儿有个冰川，这儿上来。感觉没找卫登峰的位置也很难找哎。你们什么感受啊？看完路线，我觉得其实还行的，因为完全没雪，那就意味着石头很多。我们其实就爬石头上去，而且要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落石的线路，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嘛。是啊，所以这其实还行的。是吗？我看完觉得好慌啊。每个走进去的路又很远，然后呢，每个山又特别尖。卫登峰意味着路线、路况都是未知的，因此我们提前准备了非常充裕的物资，并且也将借助村民们的帮助来搭建大本营。终于到了出发的日子。大家早上好啊！今天是我们出发的日子。哇塞，天空非常的纯净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！雪山的山顶，感觉就快被照红了。现在是9月26号的早晨6点52分，我们还有
1个多小时就要出发了。我说你们戴头套是为了防虫子吗？还防晒吗？感觉第一次看，感觉怪怪的。这位戴着打睫帽的村民叫丁真，是我们大本营物资运输队的队长。他们会骑着越野摩托，尽可能的深入山谷，直到无法通行的地方，然后把物资扔在道路的尽头。运输队出发后，我和队友们也会骑一小段摩托，抵达老冷古寺，从那里徒步进山。哦，要紧了，要跑了啊！到喽！你等一下，你把这个相机收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在那边的路不好找了。好好好。这摩托的避震挺好啊。啊，那是的，舒服的很哦。嗯。哇，还有音响哦。好听啊！哎呦，带劲！老冷古寺在山谷深处约5公里的地方，这条路也是僧人们进山修行的路。半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抵达了登山的起点。我们现在到了老冷古寺了，你开始热身了？不，我的手抓着后面的那个扶手，给我抓麻了已经。我的腿有点酸。是吧？我们第一站呢是先在老冷古寺可以逛一下。超级壮观啊！这个感觉像是在拍电影。哦。把3和4面都走进来，你就往里面走。哇，很帅。哇塞，这真的是电影一般的场景啊！现在我们从老冷古寺出发，走向深山里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头一次心里这么的没谱，因为这次是要去攀登一座未登峰，一切都是未知的，甚至包括现在我们的大本营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这一趟旅程会伴随着非常的不确定性。前面有一个很大的、巨大的白塔。刚刚我们在老冷古寺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小和尚，长得非常的有佛像，他给了我们几炷香，让我们上香，还在我的头上点了一下一个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就顺着这条小道走进去深山。得看他们把包扔在哪儿的。反正我们意思是现在一边走，看到包扔在哪儿了，哪儿就是大本营，是吗？就是大本营的位置大概知道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的包在这儿，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山坡上吗？对，2个沟交叉的地方。哦，远的嘞，走啊走啊。那我们今天大概会走6公里。你在看什么吗？刚刚？格聂北壁，你知道吗？格聂北壁以前有很厉害的国际攀登高手查理福勒，他收了过幺妹的。哦。他在这儿遇难了。但具体什么原因也没有说的特别清楚，就在这个壁上。哇，太险了，这也。有2个尖头的。霞春，那个山叫霞春。被爬过是吗？对，以前很多外国人来这些地方爬，中国的很多一些出彩一点的山、漂亮的山都被他们爬了。你们这样的攀登者进入到这里，是不是像一个打开了宝库一样？对，你看，选哪个我要爬。对，这立个大本营，这么多山头，随便爬，特别帅的。哇，据说这个呢是以前的寺庙，现在还有人住呢。然后他们慢慢的就搬到山沟外面去。
所以从好几百年前，甚至有可能是上千年前，就有人在这里面搭建房子修行，确实不像是人间。我这来到一片完全就像河床是吧？对，那泥石流冲出来的。以前就是个草坪，纯白的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就在那个山谷那。我们大饼就在这片草坪上了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找一下，刚才他们帮我们运输的包放在哪个？哟，看到嘞，找到我们的包了，就地驻扎。Welcome to my country 那现在能看到我们要爬的虎巴吗？有可能是这个，藏起来了，还不是是吧？被这些山挡住了。那就要飞个飞机再看一下。等会儿。为了提高登顶的成功率，我们准备了冗余的物资和渐进搭建营地的方案，这样能够在逐步探明路况的同时适应海拔。直接从这边可以看到外面的山。哇，这是山上可以吃到的东西哦。这叫冷吃牛肉，太嗨了！现在阿楚正在用无人机勘探线路。确实有冰川，这个就是，这是虎巴吗？对。哇哦，这个上 C1的路能走，只是确实可能有点长。我们光走到那个沟的底部，可能都要走3公里，至少3公里。然后从3公里开始爬升。然后我现在我看一下我这个海拔，我这个是700，海子旁边作为 C1，因为其他地方也不好露营啊。也没有水源，有石头，水源倒还有条水沟。说实话，这个到 C1的路相当的远。完了，好虚啊！明天出发了再说吧。最近这些时间没有好好锻炼这个开虚了啊。因为其实我们到后面到 C1之后，离顶可能也就几百米了，看不太清楚。但是我能看到它确实可以从冰川，然后靠着右边爬上去，肯定会相对好爬一点。总之一步一步来哈，爬卫登峰的话，确实是要一步一步来了。虎巴虽然是卫登峰，但已经有了一个古老到当地年轻人都不知道的名字。据说在藏文里，虎巴是一个3棱刃形状的法器，也被称为金刚杵。它不仅象征着斩除邪恶，也是具象化的神圣存在。在很多年前，一定有僧人曾修行到这里，看见这座3棱刃形状的山，给它命名为虎巴。就在我们睡午觉的时候，居然有人在帐篷外跟我们说扎西德勒，等我赶出去，他已经走远了。哇塞，我们睡在这儿，突然过去了一个背着好多东西的是一个阿姨吗？她是住在里面的。应该是在这休息的吗？哦，她身上就是僧人的那种红袍。睡觉听到有雨滴的声音，实际上这是在下雪。听一听这个声音，我的乖乖啊！这个雨又越来越夸张了。刚刚下的是冰雹，哇，真的，这有一坨，是这种圆圆的小粒儿。哇，后面这个来者不善啊！好恐怖啊！这个整个隔裂现在全部被罩住了啊，而且是黑黑的，在下着的，而且真的这个天气成了这个样子。这里与世隔绝，没有电也没有信号。我也开始觉得，攀登卫登峰就和刚刚那个神秘尼姑正在做的一样，是一种修行。你必须做足准备，应对尚未明朗的路线和突变的天气。第二天一早，浓雾更甚，我们开始向 C1 进发。格聂的主峰一点都看不到了。现在我们在收拾上山用的装备。哇，这真的是我的包已经塞满了。真的是一种取舍的艺术啊！很多时候你想拍得好，但是没有那么多空间给你拍。这个攀登就是一个需要你付出全力的事情。如果你还要想拍摄的话，那你只能让自己更强。没有那么强，就只能舍弃一些。对，你要去平衡，我觉得要平衡，因为拍摄是一个关键，安全也是关键。所以上山我就打算只带一台小相机，然后主力视频用手机和 Pocket 来拍。同时，为了极致的轻量化和更加周全的防护，我们都选择了北面巅峰 AMK 2.0的装备。这边已经是没有路了，看我们就直接在这泥坑里面踩，前人为他的道路啊！我们应该是要翻到那个山沟里再切上去，然后这边一个房子，有可能是昨天那个老太太住的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从大本营出发后，我们就只能靠自己背上所有的装备和有限的物资，
前往遥远的1号营地。渐渐的，路消失了，这边完全就没有路了，一直在钻这个灌木丛，真的容易钻一钻人就不见了。这就是探索，完全没路，在丛林当中找路。这就是魏登峰吗？这就是魏登峰。钻草丛，这扎起来挺疼的。这个特别扎，扎在身上还挺痛的。小心点。看到没？这林子已经到我的腰了，铁铁们，你看，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加油，宁森！有走过这样的路吗？以前 ？Never， 得亏有冲锋裤，要不然浑身扎成骰子，扎成蜂窝了就。对，我们的营地应该就在这个沟沟里面。下雨了，我们穿上了冲锋衣。我们今天上不去了，为啥？因为我们每个人背个大包，这很难上。第一个是危险，第二个是我们会耗费很多时间，可能需要用到绳子，用到各种各样的器械，慢慢上去。我想的是，我们今天就在这扎营了，然后明天轻装上，就直接爬上去，就会好很多。你意思是，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要用到技术攀登的装备了？对，你看嘛，哇，这全是冰川腐蚀的这些大岩壁，这光板啊，这对，全是光板，只有爬上去了，正符合我意。看我今天累炸了，我累坏了。现在才4777，然后我们明天要爬800，我的妈呀，这好远啊！垂直落差800米。冰川消退后留下的光滑岩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我们不得不更改计划，把1号营地设立在这里。高海拔重装比我想象中更累，已经徒步了13公里的我，在扎营后立马钻进了帐篷，为最后的攀登积蓄力量。现在已经进帐篷了，就觉得头开始有一点点痛了哟。是吗？一点点，非常轻微。那你要给自己留点孔哦。我留着呢，留老大了。这个在高海拔睡觉就是基本上睡不了熟的，就是睡一小会儿断一会儿。这天黑黑的，还找不到路呢。感觉魏登峰很难，但是你要在半夜出发，还要找路哎，这怎么认得出来 ？Fuck！ 现在走到了一个非常陡的地方，感觉有点不像是路线了。怎么感觉这不对呢？现在有点迷路啊。因为实在太黑了，开始下雨了。在那边吗？ OK。现在我们应该是找到了那个沟槽了，对吧？哇，真的这个岩壁太光了，这怎么爬？我要把绳子拿出来。后面天有一点点亮了。你们就在这等一下，我再上去看一下。我估计上面那个夹角是光的，有可能上不去。现在数到这个位置了，天亮了一些，壮观哦！能看到后面一点了。我的天，暗黑风景真是。那还行啊。还行，我们这儿站得很好。那我先退下来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往上去。想起来了，但是这个断开的，这个根本和想象中不一样哎，太光了哈。对啊，这么滑，直接下雨了。在黑暗和浓雾中，我们迷失了方向。突然听到山下传来一阵阵怪叫，原来是刘俊甫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爬错了。好。啊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早上那个雾太大，我就一直在找那个缺口，直接切到右边的一座山的线路上。换了一座山了，相当于换了一座山在爬了。主要是这座山也上不去，太难了。你可以看到后面又仰又斜的、哦。那沟槽我们都已经爬到一半多了。
我其实爬得很有信心，觉得能够登顶的概率很大，但直到重回 CE 营地，我们已经花费了4个小时的体力和时间，所以有点犹豫，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不要重新冲顶？于是我给小螃蟹打去了卫星电话，跟小螃蟹打了个电话，让他算一卦。然后呢，我就因为那个卫星通话不是特别的清晰，就听见说不要，别上，不要回去，就听到这样的声音。所以今天应该是不适合登顶了。然后现在上面天确实也不是很好吧，下午可能还会下雨。这次攀登前，我因为工作繁忙，所以没能定期锻炼，准备好充足的体能。再加上下午出去的时候，果然下起了雷暴雨。我对这次的攀登很有信心，所以先暂时回礼堂休整一下，等天气好转，马上就可以再次攀登。最好的恢复的方法，抗高反的方法就是打牌啊！真的，打牌之前我头有点晕的，我现在好清醒啊！我跟你说。我也曾期待明天。今天是我们下车后的第一天，又来到4700多米的海拔，稍微感觉适应一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爬完之后状态变得好差。爬山之前到这都没感觉的，怎么现在这么难受？哇，出现了一个不太妙的情况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感冒了。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村子里边，后天就要重新去到 CE， 大后天冲顶。我如果感冒的状态的话，该怎么办？有可能说我第一座山完了回来，晚上穿了个短袖，然后去找洗衣房，然后那个洗衣机搬了半天没弄成功，在外边站了20分钟，因为这个感冒了，我天！现在我起来到酒店对面的药房买点药，普阿敏买到药了。现在是多管齐下，喝药吃 VC， 然后我妈说可以把这个热水放在风池穴这边暖一暖，会好的非常快。我们现在从礼堂途经了这个铁江山，然后又在这停了一下车，想着下来走2圈感受一下我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。如果实在是不太好的话，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，检测一下自己的运动能力。下车后的这几天，我坚持吃药，好好休息，也像这样重新回到高海拔地带，检测自己的运动能力，直到再次进山的那个早晨，起床后，好消息是我起来觉得好多了，我觉得还是有希望正常去登山的。然后我们7点半吃饭，当地的村民会过来骑摩托车过来接我们，直接到之前的大本营。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自己的身体状态会像波浪一般急转直下，明明都到登山口了，却开始觉得浑身出虚汗。Links 的心率有点高是吗？Links 的心率指标120哦，啥都不干就120，说实话偏高。如果真的是啥都不干就120，就是准的话，让我来看一看我。给我带上。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相信手表测出的心率，于是决定先走一小段看看状态。感觉咋样？很累，这种累是头有点晕的累。真的，就这么一点，走起来头有点晕的。你本来就有一点点了。我靠！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样子的状态，继续上到更高的海拔，它只会加剧你的病情，而且很有可能会引起高山病，对吧？肺水肿。所以我们肯定还是现在先别上。哎，这个很正常的，我觉得在登山过程当中有这种情况。放弃也是一种勇气。放弃是最大的勇气，说真的，真的，因为当你来了这个开始干这个事情，你已经付出很多了，你付出了你的时间，你付出了你的金钱，你付出了你的很多成本在这，但是到最后却因为很小的东西你要放弃，这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特别是当你爬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，你再放弃的时候，那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，真的。我觉得放弃是能做出放弃的选择是很不错的，真的。很难的。对，给我讲眼眶都给我讲红了。慢慢的，我们都这样走过来的，我觉得。好哎，又是一次经验。对呀，对呀。加油，没关系的，山都就在那里，就等着你来爬了。山就在那里，我就在成都。你们都在成都。原来有些事情会这么没道理，不论你付出过怎样的努力，
却会因为一些毫不相关的小事付诸东流。大家在一起9天的努力，因为我的感冒化为泡影。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抽出更多的时间训练，以一个强大到爬座山都还能有充足体能的状态，再次回到这里。我的感冒刚刚好，现在正在老家体育场里面跑步，现在跑到5公里了，我需要更好的 push 自己的极限，我要跑更远的距离，把心率拉高，这样才能在下一次运动中有充沛的体力。据说在运动中有一个2次呼吸，就是当你非常非常累的时候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然后你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态，马上就觉得不累了。加油！我现在正在成都，马上就要飞西藏去转山了。爬上坡度就是累啊，我平时不出汗的，但是在第2次出发前，我经历了平均5000米海拔的48公里冈仁波齐转山，还重装徒步了库拉岗日，在高海拔历练了将近大半个月的时间。终于等到能凑齐大家时间的时候，格聂下了雪。但这一次，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这次我们骑摩托跳过了大本营，直接快速轻装，搭建 C1 营地。呀，这回比上次背的东西更多一点，因为少了一个刘总。因为有老铁的夺命摩托，我们现在很快就接近了这个沟的起点。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沟继续爬上去，我们的 C1 就在那边。这块好走多了，土都冻硬了哈，冬天也有冬天的好。背好大的包，加油！这回更纯粹一点哦，上回有刘总帮我背，这回真的是现在全是这种灌木，在这里面穿，全靠这个裤子耐磨。有了第一回的经验，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应该是修行的人开辟出来的道路，就不用像上次一样钻那么狠的树林了。穿过荆棘岭，就到碎石坡了。干杯！哇，现在再来这个沟里面都是雪，和上次的风景完全不同了。哇，太酷了！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纯白的冰雪环境里，补了一下防晒，然后虎巴就在我们的正前方，已经很清晰的看到我们的营地了。阴沟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阴沟，真的。太开心了，全是雪。其实上次来我就觉得雪不是很多，想看更多雪的样子，结果第2次机会给了我看到更多雪的虎巴。马上光就没了，我们到这个沟了，马上冷起来了。真的雪好厚啊！前面那个大石头是我们当时的 C1， 然后虎巴的山顶现在可以看到。妈耶！哎呀，这个大坡现在上面全是雪了。实际上，我们攀登的正是虎巴的北壁，这里几乎照射不到阳光，积雪厚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，这带来了更多未知的风险，但同时也构成了这幅冰天雪地的模样。帐篷搭好了，下一步就是烧水。这边有一个绝佳的水源，寒冰之柱，好粗啊，是吧？哇！掉了，碎了，太重了。哇天，大丰收啊！
嘿，哇，太屌了！哈哈，就不用到时候去挖雪了。雪化的慢。哦，冰的密度高一点吧。对。哇，这个很透亮，很干净，极佳的饮用水。对吧？哎呦，我真的能看到你哦。嘿嘿，又是新体验，融冰啊！我已经把我最厚的衣服全都穿上了，我好像从来没有把 L3和 L6叠着穿过哎，太冷了。是不是？你看，多干净啊！这冰太漂亮了，这个冰真的。早晨从3900海拔的泽巴村出发的时候，气温就已经零下13度了。在4800海拔的 C1，温度其实已经到达了零下20度。这次背了3块无人机的电池上来，现在拿其中的一块，现在飞一下，看一看我们的露营地，还有明天要攀登的路线。你好，我现在是可以去你家吗？节目组可以看看你们家吗？好巧呀！哎呀，这样的地方都能遇到呢。有雪的地方就能遇到你。你要到我们家来做。好温馨呀！我就不去当电灯泡了吧？来，睡中间。哎，太冷了，不行了，我要走了，冷炸了。这个手啊，现在就冻得干巴成那种老爷爷的手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这是不是也算摇曳露营了？先整理睡袋里面暖和一下。啊，我这个帐篷这边有个窗，看看现在外面怎么样。哇哦，日照金山了！哇，好漂亮，特别是这种透过窗户去看的视角。到了这个季节，太阳早早的在6点半就落山了。我也尽量早睡，但还是在10点多的时候醒了一次。睡觉也是一种修行哈。我刚刚反正是没睡着，你们睡着了吗？没有，反正就闭着眼睛，然后等到实在憋不住出来上厕所了，顺便看一下星星。现在星空可漂亮了，特别那边那个山头，现在被最后一点月光照亮。现在是早晨的5点54分，我们起床了。大家都是没有那么好的入睡，但是还是扛过了一晚。昨天晚上还是有点冷。在整理今天要吃的东西，然后像这些呢，我就会把它放在背包的这个地方，这样随时行动的时候就可以吃。早上起来再测一下血氧，哦呦天，昨天晚上是95，现在是91，我这回来一点高反都没有哎。现在是快早上7点。我们正在穿装备，装备也穿好了。太冷了，哇塞！你们两个真是神雕侠侣哦，雪太深了。现在是早晨7点05分。我们出发了，向山顶，雪还是很厚的。湖吧，我们在靠近湖吧。哇，天慢慢亮了一点哎，哇，能看到后面的山了，超漂亮。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沟这边翻上去，右上角，厚的雪。
攀登马上进入第1阶段，也是第1个关卡。这是阿楚最担心的，就是这个斜坡。因为我们之前9月份来的时候，看到底下全都是这种光板，所以说虽然有雪，但是呢不知道附着的稳不稳，因此还是比较的担心。现在雪越来越厚了，直接都大腿的深度了，我天！这段比想象的更花时间啊！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，我们还在这个坡面上，还没有到最陡的地方。但是现在第1缕阳光出来了，太美了！应该快到最难的地方了吧？对，继续干！这雪要硬一点，一定要走稳哈。前面这块冰露出来了，我们就在这边穿冰爪，全是冰吗？Oh my god！ 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这反而如果有冰爪，岂不是会比夏天好爬一些？现在穿好冰爪，还正式开始解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靠这一根绳子连在一起了。现在阿楚先锋上去，因为这块是个冰壁，超硬哦。唯一的一次攀冰经历就是在松花湖，哇，真的挺滑的。哇，要这么爬！不过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登山哎，我从来没有爬过这样的线路。太酷了！好大的冰！下雪了！太好玩了！这个体验吐槽到满了 ，nice 啊！真的是从来没有爬过这么冷的山，我们比预计要多花好多时间。太厚了，终于马上要完成第1关，这个大斜坡是马上翻上去了，还有最后1点。到了！哦呦，我也要来看一看虎巴的真容啊！全石头，哇，这光，哇，看到虎巴山顶了，哇，有光啦，好帅哦！我们刚刚上了一个超光的面，没有点，只能在光板上薅着雪迅速通过往上爬，厉害 ，Links。点赞，点赞！前面那个就是虎巴的山顶，还有 Part 2冰川。这一段路也不好走，雪太厚了，速度太慢了。怎么样？是到午饭时间了吗？不知道几点了吗？12点了吧？现在就午饭时间。好磨人啊！雪太厚了。太难走了吧！疯狂高潮腿，哎呦，我膝盖，这雪太厚了，一坐下就陷进去了。哎，我完全是在里面游泳，屁股都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？辛苦阿楚了，看出来了，我全身在绝对游泳，这比预计要花太多时间了哈。300米，我们爬了7点到12点，爬了5个小时。我们爬了5个小时，就是这么厚的雪。我们上去到顶还有5160到5570，还有400米。起码还得再6个小时，这么算至少6个小时，因为跟着往后体能下降，海拔升高，对吧？那糟糕，反正按照安全判断，当然怎么样都是安全的，只是如果硬冲顶的话会特别难受，特别痛苦，当然也会多一些风险吧。
难搞，太厚了。我说实话，这雪太厚了，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。因为我们从这儿上来，我知道雪厚，你知道一般大雪刚下最好不要爬嘛，因为冰川就是一直一个面往上嘛，这种是最容易出现问题。哇，真的很难用视频来表达这个过程有多么的漫长。海拔越来越高，本身呢氧气就越少，但越是要在这种时候，越是要打起精神来，加油！你要考虑一下，就是你要评估一下自己状况，因为我们下撤也很痛苦的。是的。我们可以去冲顶，但我们也可以连夜下撤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状态。是的，不然的话，对，真崩了就不好了。对，真崩了我们很麻烦。难搞的。再走一走吧。因为还有时间嘛。我想的是，我们在这儿把包，精简一下。丢些什么呢？不必要的东西。我知道。飞过的一块电池可以丢。我们现在极致的轻量化装备，把所有不必要的都扔在这儿了，然后也舍弃了一个360的全景相机放在这儿。没办法，只要这样，可能才有更多的希望。登顶吧。哦，吴总已经开始开路了。现在开路的吴总已经不背包了，不要的装备我们都丢在这个包里，放在这儿了，到时候回来捡。然后最后冲一把，看看能不能抵达。马上就要到没有光的地方了，就又要变冷了。现在进入黑暗地带了，之后应该就不会有光了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能感觉到自己都给冲顶的体能所剩不多了。就是觉得如果在这里就撤退的话，总是有点太不甘心了。总是先往上爬吧，加油，还是有信心的。这有雪崩风险吗？这崩过了。啊！它连着下了好几场雪，你看，我把这一层剥开，这是新下的新雪，这下面是一层硬壳，看到没？板状，然后下面又是一层这种沙雪。啊，这也太薄了吧！如果到那个临界点，我觉得坡度大了，我们这样上去的话，它这个板块如果被破坏的话，有这个几率的，因为旁边就雪崩了。这是崩过了啊！最尴尬的就是旁边已经崩了。到这儿的就觉得好像离山顶没有那么远了。走吧，我直接就切到雪崩区域那边去，因为你看那儿已经崩过了，它已经破坏结构了。和我们这儿其实没有多少一点的。阿楚在挖，看雪况。现在换上厚手套，进入到这个阴面之后，完全的一下子就凉起来了。然后我的手套直接前面手指头全冻硬了。我们现在上这个冰川。然后我是最后一个，所以等一下我要来回收冰锥，人生第一次。举出来了。回收冰锥的时候，需要把里面的冰全都吹出来，但温度太低，我花了好久才完成这个简单的操作。终于，我们到达了冰川的顶端，而我预留给冲顶的体能已经所剩无几。3点半，空的下面是。现在上完了冰川，开始上头虎疤的也闭上了，但是好难走啊，雪好厚啊，时间越来越紧迫了。这要怎么爬呀？我天啊！吴总，你觉得这我们今天能上去的概率太大吗？我不确定哎，因为我感觉下了雪之后，它把很清晰的岩石线路就全部都遮盖了。你上去的时候，你也要找地方勾挂你的镐。手冰凉，戴这么厚的手套，手都冷啊。其实到这里，
我们已经在照射不到阳光的北壁攀登了2个多小时，零下20度的气温早已让我们手脚僵硬，我也开始透支留给下撤的体力。但这一次我们登顶的决心比任何一次都要强烈，即使面临这么艰苦的挑战，却没有一个人说要撤退。遇到难点的时候都是想着顶一顶，再多扛一会儿吧。就这样爬到了最后。不懂你的最后100米，近在咫尺啊！目标看起来已经近在咫尺，离顶峰只有60米，但来回需要多花费4-5个小时。我也许是可以登顶的，但我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后来阿楚跟我讲，当我们到达 C1 后，看到这么多雪，他心里就已经隐隐有预感，我们这次和顶峰可能没有缘分，但他还是愿意为了我试一试。这个爬的会慢，因为太厚的雪了，就跟下面一样，增加了很多时间。你看，来清理这些雪。是，马上5点，到时候肯定有大概率可能天黑了，有可能。咱们撤不撤？我觉得比较危险哦。我觉得你肯定会后悔的，我也会后悔。虽然我真的很想登顶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天气不好，雪太大了。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肉眼可见上面其实很光。要知道，好的故事总是充满曲折的。也许你在期待我们下次成功登顶，但事实就是没有奇迹，没有第3次攀登，我们最终没能登顶。虎巴到现在依旧是一座未登峰。咱们撤吧，我来替你们做决定。真的安全第一，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。我觉得虽然我们没能登顶，但是我觉得已经足够展示了我们的精神。哎呦，虽然第2次来，撤吧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我们已经很厉害了，我觉得。这雪太厚了，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你想，我们从下面上来那雪，我操，有很强的登顶欲望。真的撤吧，好吧，回来吧，走吧。啊！好气啊！我今天一整天都超级开心，我一直在心里头这么跟我自己说，都是没有过的体验。我们和虎巴的攀登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。以后在虎巴的百科上可能会写着，有一队人马登顶失败，遗憾离场。但我想说，和上次的撤退不同的是，这次我是心怀感恩的离开，不是像9月份那样一身本领来不及施展就不甘心的离场，而是带着坚定的登顶决心，拼命努力，走到了我能到达的最后的位置。虎巴满足了我对阿诗攀登的所有想象，冰岩混合路线，攀冰，后雪开路。它也教会我登山里最重要的一课，勇敢的撤退，因为山永远都在这里。我确实是到达了我当时的极限，那就是属于我的顶峰。如果我们的人生都是向死而生的话，那更证明更重要的是过程。就像史铁生说的那样，只要过程是精彩的，那这个过程就是结局。更何况这还远远不是我的结局。只要我们有好奇的心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停止探索的脚步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其实是没有遗憾的。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视，真的能站在顶峰上。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。我已经尽情享受了我自己的人生了。晚上8点58分，3个重回我们的 C1。谢谢。顺利活着回来。哎呀，今天的有点难搞哦，这个雪上去爬不了。来了这么多次了，还是没有好天气。看来昨天晚上我的祈祷没用啊。可能还不到时候吧。真的很遗憾。没关系的，这就是人生，人生如登山。My heart is on fire.